宋生秋，你杀了狂刀门74口，还不够吗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让你就地正法，为了你枉死的冤魂讨回公道！快！宋生秋，咱们5位长老分别守了各大门派这么久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。大伙听好了，这可是我们立功的大好机会，待会儿可千万别让宋生秋给跑了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走。宋生秋，今天非抓到你不可，把他给我围起来！吉利夫人，有人让我将这木盒交给夫人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放下。啊。打开吧。赵天龙！那不是怎么回事？赵天龙，赵堂主啊！怎么这样？赵堂主是赵天龙堂主，堂主死了！赵堂主！这谁干的？天龙堂堂主赵天龙，是谁竟做出如此残忍之事？布巾上写了个“秋”字，一定是宋生秋干的好事。什么？不会的，这绝对不是秋儿做的，绝对不是！请你们相信我，秋儿秉性善良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红烈，这其中必有误会，你务必查明真相，千万别冤枉他呀！就是他，没有冤枉他，对，就是他，对。现在事情已摆在大家面前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慈母多败儿，正是因为他有你这样的母亲，一味纵容包庇他，所以才让宋生秋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一错再错，终究铸成大错，真是天理不容啊！城关掌门，捉拿宋生秋！无凭无据你就下此结论，是何居心？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像宋生秋那样肆无忌惮滥杀无辜，那才叫过分！你，副盟主。刚才比武被打断了，你我还未分出胜负。如果我当上盟主，一定会带领大家捉拿剿灭宋生秋，为柳门主、升堂主、赵堂主报仇雪恨。说对。副盟主，到了该决出胜负的时候了。请。这，
怎么样？呸！只输一招，哎。城关掌门，承让，承让。诸位掌门，从今以后，副盟主张红烈便是我们的新任武林盟主。希望诸位掌门听从盟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刚才我们有盟主啊，有带头人就好。是。慢！比武尚未结束，何来新任盟主？欧阳掌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修罗门还没比呢。你，哼！你们修罗门早已投靠了蓝都督，你们没有资格参加这场武林大会。副盟主，此言差矣。我修罗门在武林中也是有头有脸的，参加比武是理所应当的，怎么能跟归不归顺蓝都督混为一谈呢？副盟主不肯让我参加比武，莫非是怕会败在我的手上？我张某人是何许人也，岂能怕你这株墙头草呢？你说什么？爹，您看，那不是天龙堂堂主赵天龙的人头吗？你们看，这一定又是宋生秋干的好事。他盗走我们欧阳世家的仙侠剑，还到处为非作歹，犯下的种种恶行，实在令人发指。如果我能登上武林盟主之位，第一件事便是捉拿宋生秋，替天行道。对，一定要缉拿真凶，不能放过他！既然刚才副盟主说不怕输在我手上，那就请出招吧。我说过了，你没有资格参加这场比武，请回吧。诸位，听老夫一言。城关掌门，请讲。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。依在下看，如果欧阳掌门能够就此不再听命于蓝都督，那么你就有资格比武，便可挑战盟主之位。大家觉得如何呀？对。这有何不可？在下就向各位承诺，
如果我能登上盟主之位，就立刻和蓝都督划清界限，从此不再效忠他。好，对，说得对，让他比武，让他比武。爹，这样妥当吗？这话万一传到蓝都督耳朵里怎么办？此乃权宜之计，爹自有办法。孩儿明白。撤！撤！宋蛇丘出现了，跟上去，走。且慢！宋生秋，宋生秋，这是什么？生丘，欧阳修罗，拿命来！欧阳修罗，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！泰山压顶！急流勇进！仙侠剑法，爹，小心啊！这小子现在功力大进。他用的正是仙侠剑法。仙侠剑法，剑法，仙侠剑法，仙侠剑法。小心这个不是大僧就走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对了，现在不能对手，这么够强啊！对，捉拿宋生秋，上！给我杀！杀！大嫂，秋儿他没事的。大嫂，我们还是先避一避。走。白罗刹，你怎么跟魔教的人在一块儿？我跟魔教的人有情有义，不像你杀了我师兄，我要杀了你，替我师兄报仇。大家不要管他们，快抓宋生秋！是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返璞归真！仙侠剑，你就是残杀几位门主的真凶，对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仙侠剑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不回答，那我就自己弄个明白。急流勇进，翻江倒海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告诉我，这仙侠剑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怎么会是你？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你害怕我会泄露秘密吗？盛秋，怎么回事？盛秋，不是我干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爹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爹！宋深秋，是你杀了我爹，
天我要为我爹报仇，杀了你！秋儿，秋儿，大嫂。你误会了，你爹不是我杀的。这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你别误会，你爹是黑衣人杀的，他嫁祸于我。别以为随便捏造个黑衣人出来，我就会相信你。你要相信我，你爹不是我杀的。红烈，既然秋儿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应该去帮他，快去啊！我今天就要你一命偿命！你先别激动，也许正如生秋所说，你爹就是被黑衣人所杀呢。要先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事情的真相已经摆在眼前了，还弄清楚什么？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要杀了他！冷静！不管宋生秋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们先把他抓回去再说。且慢，此事看来有诈，我们先去追一个人再说。哎，追谁？先别问，我一会儿再解释。那不行，我们得先抓住宋生秋，否则如何向教主交代？金虎说的没错，如果教主知道宋生秋出现在武林大会上，而我们又空手而归的话，他肯定会到范蠡亭的。你想去送死，我们还不晓得。你们先别急，先听我的，我们快动身吧。等人跑远了，就追不到了。到底追谁呀？话都没说清楚。走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走吧。你们这群人妄称武林正派，眼睁睁看着我爹被杀，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你们为什么不把我杀了？苏生秋，冷静！他杀了我爹，他杀了我爹呀！冷静！你要我怎么冷静？欧阳公子，切莫心急。若此事属实，我等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没错，我们一定会替欧阳掌门讨个公道。红烈兄，既然欧阳掌门已遭不测，那今日这武林盟主的位置，就应该由副盟主您来接任呐！你们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还是不孝，我们回家吧。
子豪，子豪，你没事吧？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听说昨天晚上是宋生秋干的好事，真没有料到，没料到他会去天龙堂。是没料到他如此轻易就能伤我要害。是不是你太轻敌了？不，相信我，在他和仙侠剑面前，我们五大长老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他这么厉害？照你们这么说，宋生秋的功力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教主，子豪的武功造诣远胜圣八柳一刀之流，可他居然自称远不是对手。看来仙侠剑的威力实在是深不可测呀。教主，仙侠剑的威力不需多说，但那人是不是宋生秋，还有待商榷。此话怎讲？属下曾经与宋生秋交过手，他的内力浑厚非凡，确实尽得宋宁远的真传，但招式却尚未纯熟。方才听子侯长老所说，昨夜那名黑衣人剑法娴熟，攻守有致，武功造诣应该远胜宋生秋，只怕不是同一人所为。教主，请恕属下斗胆直言，不管黑衣人是否是宋生秋，他多次对武林各大门派下手，近期的武林大会定会有各大门派前来，黑衣人一定会再次现身立威的。不可能啊！武林大会高手如云，这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属下只是猜测，恳请教主恩准属下带人到比武会场埋伏起来，有机会趁乱出手夺取仙侠剑。这也未尝不可。这样吧，你和长老们一起带人过去，黑衣人胆敢再次出现，你们就5人联手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仙侠剑给我夺回来，听见了吗？是。白狐，照你这么说，杀死欧阳修罗的是另有其人，那凶手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启禀教主，我们一路追击，可是追了没多远，那脚印就忽然不见了。属下认为，那名凶手一定是施展轻功离开的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再说，那凶手是谁，与我何干？我要的是仙侠剑。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？是想诚心气死本座是吗？请教主息怒。起来吧。谢教主。仙侠剑到底在谁手上？哎，长溪啊，你可算是出现了！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武林大会你也不来参加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去找花姑娘，可惜没找到。怎么样？武林大会又发生什么大事了？说来听听。你呀，还是先别找花姑娘了。刚才宋生秋被抓了。被抓了？一会儿就要公审宋生秋了。我先把这几天的事情讲给你听，如果他们问你意见，你也好有的说。你仔细听好了啊。各位，欧阳掌门身上的伤口，肋骨3分，筋脉断裂，这绝非寻常宝剑所致。对照先前柳一刀等人的伤处，张某以为，这的确是仙侠剑所致。刚刚你们大家也已经看到了，生秋的手上拿的并非是仙侠剑，这只是你的推断。要是宋生秋把仙侠剑藏起来了呢？宋生秋不可能把仙侠剑藏起来，否则之前的推论就不成立。倘若他真的持有仙侠剑，他又何必现身于武林大会？他大可私下先杀了欧阳修罗，这样才符合他之前的做法。
属下认为，那名真凶的行迹才是关键。找到了那名凶手，就能找到仙侠剑。欧阳公子，你无凭无据地怀疑生丘私藏仙侠剑，根本就属于谬论的。你们都亲眼目睹他手里就拿着剑，我爹就躺在他脚下，这都不算证据确凿吗？你们一定要亲眼看到他手握仙侠剑，看下人头，这才算数吗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，你们今天要是不杀了他的话，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你们自己了。欧阳公子，我知道欧阳掌门不幸遇害，你的心情难以平复，但是欧阳掌门的死确实还有可疑之处啊。如果你现在硬将罪名强加给我秋儿，而继续让那真凶逍遥法外，那日后也难免不会有其他人受害呀。是啊，说的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各位，听老夫说两句。先前我也认为杀害柳一刀等人的凶手便是宋生丘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此事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既然此案还有疑点，那我们就应该仔细研究，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，千万不可妄加断言呐。张某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好，你们一个个都想包庇宋生丘，你们敢拿自己的命去赌吗？欧阳公子，如果你有真凭实据，现在就拿出来。哼，如果没有，就不要在这儿大放厥词。宋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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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你真的在这里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好端端坐在这里，能有什么事？我爹死了，他杀了我爹。是你爹杀宋盟主在先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先把宋盟主的命还回来再说。于凤，欧阳公子，老夫以为，当务之急要先抓住真凶才是。此事关系到我武林正派和生丘的清白，你放心，欧阳公子，欧阳掌门的死，老夫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这事不劳你费心，我欧阳轩无需任何交代。我只要宋生丘抵命，血债血偿。欧阳公子，这里可不是修罗门，这么多武林前辈在此，你休得放肆！盟主，盟主，什么事？不好了，盟主，蓝都督率领大军已经包围了山庄，要我们交出少庄主。宋生丘，这回你死定了！请都督大人务必将宋生丘这恶贼绳之以法，要为家父以及惨死的各门派掌门讨回公道。本都督一向秉公行事，杀人偿命，乃天经地义。欧阳公子，你请放心，本都督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谢都督大人。哼，张红烈，了不起啊！想不到你竟能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，按道理本都督该向你道贺。张盟主，多谢都督大人。虽然你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实属侥幸，但毕竟已成事实。你们神剑山庄出了个武林败类宋生丘，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，清理门户，乖乖地把他交出来，还天下一个公道啊！正所谓以德服人嘛。都督大人，张盟主上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何来侥幸之有？你这也未免太……元真，都督大人，欧阳掌门的死，到现在还有诸多的疑点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宋生丘就是凶手吗？也许欧阳修罗不是宋生丘所杀，但柳一刀、盛八，还有赵天龙，你对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作何解释？都督大人，依照生丘所言，这些事情
全都是黑衣人所为呀！笑话！照你这么说，那穿黑衣服的人就是杀人凶手的话，那天底下岂不是有太多的杀人凶手了？就算宋生秋他不是杀人凶手，那也是嫌疑最大的。张盟主，你藏匿杀人犯，有何居心啊？我劝你还是趁早把他交出来吧。张盟主，黑衣人之说，怕是宋生秋推脱捏造出来的，你还是把他交给我们来审问，相信很快便会查出真相。是吗？我记得上回何继大人栽到你们手里，结果他在牢里是死得不明不白。要是我把宋生秋交到你们手上，只怕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说是吗，曹校尉？你说什么？姓常的，何县令贪赃枉法，死有余辜，他会有这样的下场，也是罪有应得。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这样口无遮拦的说话，是不是也想要入狱啊？本门主对女人一向是怜香惜玉，但要是红红小姐想讨教的话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小子！蓝都督行事素来阴险，欧阳轩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我担心二叔他应付不来。宋大哥，我想出去看看。你不能去，就算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要犯了，蓝都督也不会放过你。那正好，我正好可以替我爹报仇。玉凤，你别冲动，给你爹报仇的事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完成。他们现在人多势众，你应付不了的。苍松，先退下。常掌门，休得无礼。张盟主，看来武林中人对朝廷颇有积怨。蓝都督，常掌门脾气暴躁，多有得罪，我张某人回去必当规劝，还望都督大人海涵。我不会追究这种小事，但宋生秋的事，张盟主会如何处理？都督大人，欧阳掌门在武林大会之中惨遭不幸，而我们神剑门是这次武林大会的主办方，而且张某已身为武林盟主，理当将此事彻底查清，还请都督大人将此事交给张某查办。哼，你一直都在包庇这个宋生秋，不可以。红红，爹，张盟主，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？都督大人，张某想争取1个月的时间，先查出欧阳掌门的死因，继而才能将真正的凶手揪出来。1个月？对。要是宋生秋的确犯下了这杀人大罪，我神剑门绝不护短。张某一定亲自把他押到都督府，交由都督大人治罪。在场的诸位全都是见证者，张宏烈绝不食言。开什么玩笑！哼，1个月你们都能把宋生秋藏贴上去？都督大人，你可千万别让这个狡猾的盟主给骗了。欧阳公子，这个案子本都督自有主张。张盟主，按理来说，本都督今天是该带宋生秋回去审问的，但是既然张盟主坚持自己审理这个案子，本都督就给你这个面子。这样吧，就按你所说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多谢都督大人。但是本都督有个条件。都督大人请讲。欧阳公子痛失至亲，报仇心切，肯定最希望找出真凶。若有他帮忙，我相信对你们调查案情定会事半功倍。都督大人的意思是，你们神剑山庄那么大，让欧阳公子在这里住上1个月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 1个月？
他这又是在耍什么花样？蓝都督奸猾诡诈，谁知道？张盟主，怎么样？本都督已经网开一面，暂放宋生秋一条生路了。难道这小小的要求，你还要推三阻四？若是这样的话，你说说，本都督怎么相信你神剑山庄能够查清事情的真相？张某答应便是，还请都督大人放心。很好。都督大人，为什么家父才刚刚遭遇不测，您不让晚辈回家料理后事，反而要我住进神剑山庄，早晚都要面对仇人，又不能杀他报仇，晚辈实在是难以理解。是指，令尊与我几十年的交情，他遭人毒手，我怎么能不难过？可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实在不利，你要先调查出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悲伤何用？风光大葬与守孝乃是小孝，为他报仇雪恨，那才是大孝。你爹的后事，我会让苍松他们帮你处理好，绝不会丢欧阳世家的面子。承蒙都督大人厚爱，晚辈实在感激不尽。我与你爹几十年的交情，是指不必多礼。这下你可以专心去办你该办的事情了。凶手就是宋生秋，大人您不这么认为吗？可是神剑山庄的人并不这样认为，所以我才让你住进神剑山庄，利用这1个月的时间，找出宋生秋就是行凶之人的证据。大人所言甚是。而且我要你住进神剑山庄，还有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想不到竟是张宏烈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，他定会笼络各大门派的人心。我让你住进神剑山庄，也是为了方便了解武林各大门派的异动，及时向我报告。张宏烈这盟主的位子还没有坐稳，各门派之间免不了产生嫌隙，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，挑拨离间，争取能让他们反目成仇。那样的话，本都督就可以抓住机会，剿灭这些江湖势力。是指，到那个时候，这个武林盟主的位子可就是你的了。晚辈不敢，但晚辈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负大人所托。不枉我那么多年一直看好你。好，明日一早你就住进神剑山庄吧。是。什么？那个欧阳轩要住进来？是啊，我听盟主说，好像是蓝都督提出的条件。那个老狐狸，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欧阳轩一向与宋大哥交恶，要是他住进来的话，神剑山庄往后可就再无安宁之日了。是啊，他为了抓宋大哥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唉，好歹能换回1个月的时间，替秋儿洗刷罪名啊。娘，宋大哥，秋儿，你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流落在外多日，不但未能替父报仇，竟然还身负杀身大罪，给祖上蒙羞，孩儿对不起您。哎呀，秋儿，你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能回来就是万幸啊！啊，娘，孩儿既然回来了，该去给爹上炷香。好，好，好，娘带你去啊！玉凤、弄影，让下人带你们下去休息吧。谢谢伯母。哦，诸位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盟主，不是老夫多心呐，宋生秋是你看着长大的，私情难免。你初当盟主，更是要谨慎小心呐。
城关掌门，各位掌门，请你们放心，张某既然已经坐上盟主之位，就一定会谨遵武林的规矩，严以律己。还请各位掌门多给生丘一点时间，也好还他清白。那好，那就请盟主秉公处理，否则柳门主他们的在天之灵会死不瞑目啊！放心吧，定当如此。好，我等就此告辞了。各位慢走，告辞，告辞，慢走，告辞，慢走。常掌门，盟主，常掌门，你们无极门为了保护生丘，可以说是损失惨重，亟待重建。有什么需要张某帮忙的话，请务必知会一声，我也好让各大门派多安排人手进行支援。盟主如此用心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好，慢走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孩儿回来了。自打爹爹拼死救回孩儿之后，一路虽然屡遭险恶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想必是爹爹的在天之灵眷顾孩儿吧。孩儿不孝，没能手刃欧阳修罗，为父报仇。但苍天有眼，欧阳修罗已经遭到了应有的报应。爹在黄泉路上也该瞑目了。爹，想着您一直对我精进武艺的要求，我以前总觉得您是顾及自己的面子，不想让孩儿给您丢人。您是剑神，武林盟主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都有您挡着。孩儿当时还曾怨过您，气过您，直到您走了，孩儿一个人闯荡江湖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，有多无能，有多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当孩儿看见我娘在山庄被人围攻的时候，却无能为力。娘，风大哥，你不能去，你去了肯定会被那伙人抓走的，而且还会连累家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咱们还是先查清楚是谁诬陷你的，再做下一步打算吧。想要保护自己的恩人，也同样是力不从心。带生丘，快点走！走！弄
孩儿现在才明白，您对孩儿要求严格，是望子成龙，期望孩儿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能行侠仗义，担起一片天，能保护家人。可孩儿让您失望了，孩儿现在才明白您的良苦用心。不过爹您放心，孩儿尽得您传授的功力，经过心间大师的提点，孩儿已经能够融为己用，还有幸学得一半的仙侠剑法。这次孩儿回来，一定会苦练仙侠剑法，希望将来能像爹一样，做一个有所担当的侠士，赢得天下人的尊重。爹，请你放心。有志气。大嫂，盛秋，刚才我听着孩子跟大哥说的，真让人欣慰啊。盛秋，你看你脱胎换骨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这些日子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二叔，这些苦都是我应该受的，是必经的磨练。好，这才是我们神剑门弟子该有的骨气。秋儿，你真是长大了。大嫂，我想和盛秋单独说几句话。好。二叔，有什么事一定要来我爹的练功房里说。盛秋啊，自从你爹走了以后，二叔就一直再没有进过这个房间。你也知道这段日子，你爹经常把自己关在练功房里，大家还以为他真的是在闭关练功。可是谁成想，他竟是为了抢仙侠剑。就是因为这把剑，他赔掉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也怪我，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。如果当初我能做些什么的话，也许就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。二叔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我爹贵为盟主，他要是有心瞒着我们，哪能让别人有所察觉？您知道我爹是个剑痴，世上所有的剑法他都有所修为。这仙侠剑，30年才出世一回，他却不闻不问，还告诉我那只是传说。谁知道，他早就瞒着我们有所不觉。盛秋啊，托你的福，二叔，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仙侠剑法，果然了得呀！二叔，我也没练多久，还生疏着呢。盛秋啊，你老实告诉二叔，仙侠剑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二叔，你也不相信我，我自始至终碰都没有碰过仙侠剑。盛秋，咱们是自家人，你用不着提防二叔。二叔只是希望尽早弄明白事情的真相。毕竟那天你和你爹同时摔下山崖，悬崖底下除了你们父子2人，
再无旁人，仙侠剑若不在你手上，还能在谁手上？二叔，那天我摔下悬崖的时候，我爹运足最后一口力气，将我送到悬崖边的大石上。在那个时候，仙侠剑还握在我爹的手上。这可就奇怪了。当初二叔带人找到你爹尸体的时候，别说是他手上，我们找遍了整座山谷，仙侠剑确实不在崖下。难道有人抢先一步把它拿走了不成吗？二叔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今天在树林有个黑衣人把我打晕了，仙侠剑就在他手里。哎呀，生秋，你怎么又扯到黑衣人身上了？啊，他是谁呀？你现在的仙侠剑法已经是灵力非凡了，他怎么会轻易把你打晕呢？我也很吃惊，此人用的好像是更高程的仙侠剑法，他一下子就把我打晕了。待我醒来之后，就发现欧阳修罗倒在我身边。红烈，哦，大嫂，这话不能乱说，你有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，这一切还只是我的推断。可你想想，要是这黑衣人真的存在的话，他一定不会让别人看到他的行踪，每个见过他的人都遭他灭口。他也知道生秋看到了他，可他非但没有杀生秋，只是将生秋打晕在那儿，并没有伤及他的性命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呀。你的言下之意是，秋儿没有跟我们说实话，仙侠剑一直都在秋儿手里，只是他把剑藏了起来。这不可能，秋儿是我的儿子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不是那种会撒下弥天大谎、四处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啊。翠远，宁远是你的丈夫，谁敢说比你更了解他？可你能猜到，他竟然会去盗走仙侠剑，误练剑谱，最后直至走火入魔。生秋是你唯一的儿子，我劝你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万一他步了宁远的后尘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事儿也急不得，你就听我的。最近你要特别留意生秋的一举一动，如果发现他把仙侠剑藏在了什么地方，你就把它拿过来，先交给我。咱们千万不能让生秋为了仙侠剑铸成大错，伤及性命了。好吧，就照你的意思办吧。我会多留心秋儿的。希望这一切只是我们杞人忧天就好了。嗯。